公与师叔，此话怎讲？我等潜心修行，心无旁骛，又久居山林，不问俗事。师侄说的这个不朽睡，我今日也是头一次听说。你又说你道心不稳，境界3次跌落，这足以说明你心中杂念过甚，而你从不加以干预，还任其生长。弟子愚钝，还请师叔解惑，要如何摒弃这心中杂念？你可知我日月洞创派根源呢？听闻日月洞修的是大同道，讲究不争不求，无欲无忘，天人化一，万物大同，与天阴山的物我两忘、大道无情有异曲同工之处。非也，非也，我派讲究天下为公，万物为主。哦，众生平等，那要如何区分大小轻重？至大而无外，至小而无内，一即无量，无量即一。你说的这4个字，本就为一体。没有大小之分，没有轻重缓急，人与飞禽走兽、花鸟鱼虫也没有分别。众生平等，万物皆同。那师叔手中5枚宫山玉牌，换取不朽丹之后，要如何分配啊？既然众生平等，师叔可愿分给身后几名弟子？如何？众生平等，人却分高低贵贱3、6、9等，这就是你们追求的大同道吗？行，这就给说狂妄至极，狂妄至极呀你！弟子入仙门，须以道心盟誓。第1条誓言便是不能以仙法干涉凡俗之事。那我想问一问，这不朽丹、不朽睡的存在，算不算仙家干涉凡俗？我并非修行之人，不够了解仙家盟誓。而且，其实我也总有相似的困惑。我入朝为官10载，因职务之便，也算是人族中接触仙门较多的。我亲眼所见，有的修行者坚守道心，行为端正，可只是稍动仙法，就会修行大损，境界跌落；而有的修行者在人间肆意妄为，杀人作孽，却不见他道心受损。所以姑娘的问题若一定要我给一个答案，我只能猜测，这誓言并非人间律法铁条，有他人加以约束，更像似信念，全凭自觉。若自身信念浅薄，便不成规矩方圆。我这一生一身罪孽，两手血腥，做人做到糊涂，唯独这一身骨头还算硬。皇帝老儿面前，我都是抬头挺胸的做人。这副骨头还给师傅，他不吃亏。家淮南载誉，三载为坚强。好词，好曲，好歌，好啊！师父，师父，苏神野，
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帮我转告他，让他就如了我的愿，带着我这身骨头，去重新走一遍人间路吧。不可碰的软肋，通往我这回，往下不可为。你是何许人？谁引进来的？试问诸天生生何为？不作悲，我不归。你我世间重现日月，换人间体会。苏太医是什么关系？告诉你们背后的人，我叫陆千桥，是苏太乙的师傅，有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来找我。但如果有人敢打崇灵谷的主意，我会灭他满门，一拳不留。滚！我们上山顺转，走着瞧。与血共悲，上天谢罪，浮现把云间重现。要不是法与我之人，自为这天位。准备回去了。已经出来很久了，此间事了，也该回去了。你呢，陆前辈？你有什么打算？去北乡吧。陆前辈，我们还会再见吗？当然了。我们新谢庄在天元山山脚下，靠近燕州城，紧挨着鄱阳湖。我师父名头大，附近随便一打听，谁都认识。陆前辈知道天元山在哪儿吗？知道。如果你从北乡回来，若有闲暇，可以来找我啊。我们那儿山脉众多，重峦叠峰，风景好极了，而且不同于天元山那么干燥。我们新谢庄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美食也多。我最喜欢吃我们燕州城的羊肉粉，如果有机会你来，我一定带你去吃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一定。师姐，上船了。要一起吗？我还要等我一个朋友。北乡路途遥远，前辈一路保重。一路保重。
这众望的线途有一个悟，又见人间霜雪，覆完了众生疾苦，虚化烟雾气还敢在乎，几间壮意如土，有几个是不顾，我偏不惧黄土，独行一步，只为见长寿之途，也能与万民同度。我不怕与仙归结履凡木。还看呢？人都没影儿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给小苏上过香了？去了，还在他坟头浇了2壶从方外山带回来的烈酒，说他泉下有知，想必会很高兴的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坏的。我去了方外山，但是没能找到换血的神器。那好消息呢？我平安回来了呀！这真是个好消息啊！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想在崇灵谷休养一段时间，还是继续去寻找能换血的法子？已经找到了。接下来是换血。我们查到了一条线索，这世上有一个法器，叫蔽日幡，乃是北乡一避世高人散居真人所创。这蔽日幡是以精血为食，在血池中炼化了981日，方才出炉。炼成那日，他就吸干了散居真人的全身血液。说起来，师祖也见过蔽日幡，当初在京城与新姑娘交手的那位邪修鬼先生，用的便是这个邪器。没想到蔽日幡有这么大的作用，早知道在京城就把它抢过来了。你还记得那日我们在平安客栈遇到的那位女子吗？2个美人都好看，你说的是哪个？叫左莹莹的那个。她是青红教的人，与鬼先生同出一门。鬼先生死了，蔽日幡很可能就在他的手上。那我们就去北乡，什么时候动身？这次你就别跟我去了。那不行，换血本就十分凶险，而且青红教盘踞北乡，势力强大，想从他们手中抢回蔽日幡，想必没那么容易。青红教的势力强大又如何？我在北乡又不是没有帮手。师父在流波观闭关多年，想必现在已突破大成之境。可即便有他帮忙，我也得陪你。你是我所造，我换骨以后，修为降低，你也随之虚弱，无法长时间维持人形。你还是暂且找个地方，先好好自己休养吧。可是你我2个术法相通，我有任何的危险，你都能感应到，并且来帮我，不是吗？放心吧。大师兄回来了，是大师兄回来了。师叔，大师兄，师父，师兄，司马师兄。请诸位师兄解见。掌门师尊已在大殿等候，诸位，请随我来吧。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。
天地之道尽，故阴阳盛。阴阳推而变化顺也。参见掌门师兄。师父，回来了。弟子事未办妥，辜负师父重托，愿受责罚。此事本就十分棘手，你身为本派天骄弟子，尚且不能完成，换做旁人，恐怕会有更糟的结果。你不必过于自责，回去好好休息便是。怎么，你还有话要说？弟子此行有一事不解。此行崇灵谷，弟子以宫山玉牌换取不朽丹。当年不朽丹出造之时，各仙门需向崇灵谷提供人力物资，按贡献比例分发玉牌。可这一趟，弟子发现这玉牌的分发既不公正，又失仁义。你先起来吧，细细说来。宫山玉牌共有30枚，只发放给各大仙门和王朝世家，可提供人力物资的大多数来源于百姓，他们倾尽所有，却得不到半枚玉牌，此为不公。不朽重税之下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他们甚至都活不下来，又谈何想要长生？可见，百姓对于不朽丹所付出的一切，皆为逼迫，此为不义。这不公、不正、不仁不义，夺取天机，祸乱百姓的丹药出世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苏太乙炼丹失败，到底是好还是坏？万事可变，无事何变？不朽丹未能炼制成功，未能出世，这是未发生的事情，自然不能在未看到发展的时候便妄论好坏。你怎么知道结果就一定是坏的呢？可如今以剑弊端，倘若这天地有弊的话，你又当如何？也一回了之吗？你还年轻，不知道这世间事并非是非黑即白的，事有利弊，须当尽力去弊存利。一把刀锋，刀刃伤及无辜便是坏，除暴安良便是好。这与刀自身并没有分别，器物无对错，要看如何使用，由谁来使用。